常伴君身侧，直径李云环。是谁与太子暗生私情？父皇，是沈宁写给儿臣的。果然如前世一般，他知晓我爱慕他多年，见他身陷非议，定会咬牙揽下所有罪责。前世我果真如他所愿认下，自此沦为京城人人唾骂、不知廉耻的贵女。孽上！你竟做出这等丑事！朕念沈家世代功勋，加之你痴心爱慕太子，故此免你罪责。即日起入东宫，封为侍妾。臣女领旨。后来他结党谋逆之事败露，将拉拢朝臣谋逆的私信偷偷塞进我的卧房。沈氏痴恋顾不得，心生怨恨，暗中勾结朝中官员，意图构陷东宫，搅乱朝局。我没有。沈姑娘，殿下从来不曾心悦于你，你不过是遮掩我二人私情的挡箭牌罢了。萧承恒，我沈宁真心待你，助你稳固储位，你竟这般害我！一切都是你一厢情愿罢了。若有来生，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沈小姐，这封情诗当真是你写的？不是他还有谁？陛下明察，这封情诗绝不可能是臣女所作。你此话何解？臣女虽愚钝，也懂男女情谊，落笔自有分寸。诗中开篇便写常伴君身侧，直径李云环，这话写的是朝夕守在殿下身边，日日为其打理银容的人才能生出的心思。臣女是外朝臣府贵女，入宫觐见皆有女眷随行，男女分手，一年到头难得与殿下近身相见，更别提替殿下整理鬓发，这般只有东宫贴身内侍才能有的日常，绝不可能是臣女落笔所写。还请太子殿下说说，臣女何时近身陪您打理过颜容？皇兄，沈姑娘所言颇有道理，外府贵女和东宫储君自有礼法阻隔，哪有贴身相伴打楼罚下的机会？这般细碎亲昵的心事，分明是日日守在殿下跟前的人才能写出来。更何况纸上写着“愿随君鞍前随行，共赴北境风雪”。沈小姐自幼深闺娇养，足不出户，怎会自愿追随男子远赴边塞随行相伴？沈宁素来爱读边塞诗文，有何稀奇？好一副颠倒黑白的口舌。沈妹妹，事到如今何必苦苦挣扎？你倾慕太子殿下多年，京中谁人不知？去年上元灯会，你还曾亲手送过殿下一盏并碧莲灯。如今私情败露，你不认也就罢了，何必拿这些字句胡乱攀扯？救命！来人啊！有人落水了！劳烦殿下帮我拿一下。你……后来不知是谁传出去，说我当街送灯，向太子示爱。我明明是请己救人，随手递灯，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沈妹妹不必遮掩，心意我们都懂。久而久之，连我自己也说不清。陛下，臣女并非刻意为难沈妹妹，只是储君清誉关乎国本，此事传扬出去，有损东宫威严。沈妹妹一片初心，太子殿下仁厚宽和，不如陛下开恩，将她赐入东宫，也算成全她一番情谊。沈宁，你主动送上门，也配痴心妄想殿下？我从未妄想什么，情诗一事本就是误会。误会？满京城谁不知你心心念念攀附太子？若不是我求情，你连踏入洞宫的资格都没有。这般成全，我宁可不要。既入东宫，便守好本分。今日就在雪地跪到天亮，好好学学何为尊卑规矩。现在想来，他替我求情并不是大度。父皇，沈小姐年少情热，儿臣本不愿揭穿她心思，可她如今为脱罪，竟污蔑儿臣私下与女子苟且，毁儿臣清誉，此女心思歹毒至极。宁，陛下面前，您是要动私刑吗？逆女，你还嫌沈家不够丢人？速速认罪，莫要连累全族上下。父亲若惧怕牵连，不妨先听臣女把话说完。沈宁，你还有何说辞？臣女斗胆，请三殿下将这封情诗完整再念一遍。常伴君身侧，直径李云环，愿随君鞍前同行，共赴北境风雪。殿下，末尾还有一句：待来年春略，仍于旧松亭下，听君唤我阿昭。奴才失仪，罪该万死。不过是宫婢一时失态慌乱，区区小事，无需大惊小怪。
你名唤阿昭？回陛下，奴才贱名，正是阿昭。父皇，天下名唤阿昭的女子许不胜数，沈宁为脱罪，随意攀咬儿臣身边宫婢，实在荒唐之极。沈宁，孤知晓你爱慕于我，故无法许你太子妃之位。你心生怨妒，无可厚非。可阿昭自幼随侍东宫，忠心不二，你何苦迁怒一介宫婢？忠心不二，陛下，臣女不敢凭空攀扯。既然太子殿下说世间阿昭无数，恳请陛下与天亲比对，取来阿昭的笔墨字迹。沈宁，适可而止。若诗文并非阿昭所写，此举自可洗清他的清白。太子殿下为何这般动怒？皇兄，沈小姐所言有理，不过比对字迹又不是要治她罪责，何必慌张？取纸笔上来，写。陛下，阿昭受了惊吓，双手发抖，写出的字迹定然失真。若是因此冤枉太子殿下，反倒折损东宫体面。顾小姐倒是宽厚仁慈，方才逼我认罪入东宫之时，你可不曾担忧会冤枉臣女。父皇，儿臣细看，二者笔锋行迹极为相似。萧承航，父皇明鉴，儿臣绝无此事。定是沈宁与三弟暗中合谋，刻意构陷儿臣。情急之下，他竟将三皇子一并拖下水。皇兄此话，臣弟可承受不起。情诗是从你袖中掉落，指认沈小姐的也是你，到头来反倒诬陷臣弟合谋。陛下，臣女尚有一事禀报。上元灯会那日，臣女曾见过阿昭，彼时她并未身着宫婢服饰，而是寻常女子衣衫，私下与几位朝中被贬官员密会交谈。沈宁，你疯了！阿昭常年居于东宫，从未外出，你竟敢编造弥天大谎，构陷储君！臣女所言若有半句虚假，甘愿领受欺君死罪。陛下，小女年幼无知，定是受人蛊惑，胡言乱语，还望陛下恕罪。你可有证据？当日臣女只觉怪异，不知那是阿昭。今日听举诗中名姓，又见他容貌，才想起旧事。陛下若不信，可派人前往城南旧松亭查证。亭下卖糖人的老夫妻亲眼见过他与多名失意官员私下相见。旧松亭是前世我临死前，阿昭得意洋洋告知我的去处。你到死都不知道吧？太子最疼我，常在城南旧松亭为我簪花。他早已笼络一众失意官员，借茶劳闲谈，暗中互通密信，只待时机成熟，便能稳稳登上皇位。沈妹妹，你可知构陷储君是何等重罪？顾小姐句句咬定我构陷，莫非你早就知晓太子与阿昭的内情？我只是不忍看你一错再错。你爱慕太子多年，今日被拒失了分寸，才胡言乱语。他依旧想将我钉死在痴心妄想的名号之上。陛下，顾小姐既然一再说臣女爱慕太子，不如请她拿出证据。京中皆知的事，还需什么证据？京中皆知，臣女救人时递出去的一盏灯，被传成向太子示爱。臣女赏花时偶遇太子，被传成私下相会。臣女父亲收到东宫帖子，臣女连门都未出，也能被传成欲擒故纵。这些流言是谁传的？顾小姐当真不知。小姐，太子殿下素来温和，等您入主东宫，定然荣宠无忧，何必忧心？你不懂，太子心中根本无我，他偏宠那个卑贱宫婢阿昭已久。若此事传开，于我于顾家皆是耻辱。那该如何是好？万万不能让人知晓。我需要一个挡箭牌，我看这沈宁便是最好的人选。他家世清白，性情温顺，最适合做这个笑话。往后但凡沈宁与太子有半分积极，尽数放大散播出去。我要让全城皆知，是他痴心攀附，苦苦纠缠太子。奴婢明白，即刻便安排人手，绝不露半点破绽。顾氏，你为何对沈宁与太子的流言如此清楚？臣女只是听旁人闲谈。旁人？臣弟倒是听闻，京中最早散播沈小姐爱慕皇兄流言的，正是顾小姐身边贴身婢女。启禀陛下，城南旧松亭唐摊二老已传至殿中。回陛下，就是这位姑娘，老奴日日在松亭摆摊，见她来过无数次。是她，常常黄昏时分独自前往松亭，在后方茶坊与一众陌生官员围坐闲谈，行迹鬼祟，绝非寻常会面。回陛下，臣等随后搜查松亭后方茶图，于地砖之下
搜得一枚东宫专属令牌，还有半封尚未送出，用以拉拢10亿官员的谋逆私信。呈上来！太子，如今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辩？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定是有人盗取东宫令牌，栽赃陷害。阿昭，是不是你背着孤暗中勾结朝臣，私结党骨？孤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谋害于我？前世太子为护他，将所有罪责推到我身上。殿下要奴才招认什么？招那封情意绵绵的诗是奴才亲笔所写，还是招往来官员的私信全由奴才经手传递？放肆！陛下，奴才认罪。奴才他与殿下暗生私情，相伴多年。太子殿下不满陛下迟迟不肯放权，继续说清楚。又忌惮三皇子权势渐盛，便命奴才私下联络朝中不得意官员，暗中收拢府兵，私造假谢。殿下定下计划，来年春猎之时，于围场埋伏心腹贾氏，借围猎之机逼宫，逼迫陛下退位让贤。殿下，你如今连我都能狠心舍弃，还有什么结党逼宫之事不敢做？东宫书房暗阁之内藏有完整亲笔书信，全是太子亲手书写拉拢官员的密函，奴才代为妥善收好。父皇，儿臣是被这贱婢蛊惑，是他私自联络朝臣，儿臣只是一时糊涂，绝无逼宫篡位之心。封锁东宫，尽数搜查。沈宁，你早就知晓一切，刻意算计我与殿下。顾小姐说笑了，我怎会提前知情？沈宁，你为何要这般害孤？害他？殿下莫非忘了，方才是你先指认情事为我所做，我不过是不愿平白认领不属于我的罪责罢了。孽障！朕尚且在位，你便暗中私取甲兵，勾结朝臣，急着谋权篡位。陛下，臣女冤枉，臣女虽与太子定下婚约，却对这些私情谋逆之事一无所知，求陛下明察。若不是前世亲眼见过他如何踩着我的尸骨保全自身，我险些就要被他伪装的柔弱蒙骗。顾小姐当真一无所知？陛下，臣女还有一事启奏。东宫情事事发之前，顾小姐多次命贴身婢女四处散播臣女爱慕太子的流言。她若不知太子私下宠爱宫婢阿昭，为何要提前寻一个挡箭牌遮掩东宫丑闻？你血口喷人！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何苦刻意加害于你？只因你清楚太子无心善待你，满心都是卑贱宫婢阿昭。你担心婚后太子私情败露，毁去你太子妃的体面，便需要一个痴心爱慕太子的女子替你扛下所有流言蜚议。父皇，顾小姐的贴身婢女早已候在殿外，儿臣早已命人传唤。是小姐吩咐奴婢四处散播流言的。小姐说沈姑娘本就对太子有心，借她名声遮掩殿下私事不算害人，还说等沈姑娘入东宫，给她一口饭吃便是天大恩典。你个奴才，怎能背叛我？还有你沈宁，你有什么委屈？你不是爱慕太子吗？我成全你入东宫，你本该感激我。你不过是一介侍妾，还妄想觊觎太子妃之位。所以你心中清楚，送我入东宫从不是成全，只是将我推入泥潭肆意作。顾氏心思阴毒，婚约即刻作废。顾家教女无方，罚俸3年。顾青衣禁足家庙，无诏终身不得踏出家门。太子萧承言私通宫婢，私结朝臣，私蓄甲兵，意图春猎逼宫谋逆，废除储君之位，打入天牢3司会斩。宫婢阿昭同谋乱政，秋后问斩。东宫所有宫人属官尽数收押核查。父皇，儿臣知罪，求父皇开恩，饶儿臣一次。儿臣绝无逼宫之心，皆是误会。善恶终有报，这一世他们的罪孽终究尽数兑现。即刻锁死府门，今日不许任何人出处。跪下！沈宁，你如今真是翅膀硬了，当众搅乱东宫大案，让沈家沦为全城笑柄。父亲，今日若我当场认下情事罪责，沈家才会被彻底拖入太子谋逆大案，万劫不复。说的冠冕堂皇，人人都知你痴心太子，就算诗文不是你写的，沈家脸面早已被丢尽。前世我被杖毙之后，继母也是这般说辞，逢人便说我罪有应得，不配入沈家祖坟。明日我入宫向陛下请罪，你就别出府丢人现眼。过几日我让你继母安排，送你前往城外家庙清修。名为清修，
实则是要将我终生困在那儿。父亲要送我离开，可以，但需归还我生母留下的全部嫁妆。你休要胡闹！那些嫁妆一直由你继母代为保管。保管？恐怕早已挪去给妹妹沈婉置办婚嫁首饰，将我外祖家田庄填补你娘家亏空。你放肆！这是外祖母当年送来的嫁妆明细，明日我便可前往大理寺递状，告沈家主母私吞原配遗留嫁妆，届时律法自有评判。沈宁，想起前世太子谋逆事发，沈家为彻底撇清关系，主动上交数封伪造书印，咬定我与太子私下苟起。老爷想要彻底撇清沈家，唯有将所有罪责推到沈宁身上，伪造他与太子私通的书信，便可万无一失。苏明人办妥，此事必须做得天衣无缝，沈家绝不能被太子逆案牵连。奴才明白，定不辱命，即刻伪造往来书信，坐实沈姑娘罪名。臣之女沈宁私通太子，暗结私情，此事全系他一人私为，与沈家毫无干系。前世沈家弃我、污我、毁我，那这一世便休怪我无情。圣上有旨，宣沈宁即刻入宫觐见。这一次轮到沈家怕我了。民女沈宁叩见陛下。昨日东宫一案，你应答条理分明。今日朕召你入宫，你若有隐情，可据实禀奏。回陛下，民女今日有2桩实情上奏。其一，民女生母遗留的全部嫁妆由继母柳氏代为看管多年，她私自将全数嫁妆挪给庶妹置办婚嫁首饰，还挪用外祖名下田庄收益，填补其娘家亏空。这是完整嫁妆明细，外祖旧仆尽数可作证对账。其二，沈家涉嫌贪墨赈灾粮，往年地方灾荒，官府下发赈灾粮交由家父协助分发，家父暗中遗留大半粮草囤积，待灾情严重，百姓无粮度日时，高价售卖牟利。此事库房账本、合作粮铺掌柜均可作证。糟了，方才宫里来人传召，沈宁独自奉旨入宫觐见了。什么？单独入宫了？他定然是要在御前翻进旧账。我的嫁妆、田庄的事，还有老爷囤年赈灾粮的事，他恐怕也知一二。我们抢先一步向陛下辩解，就说他心胸狭隘，记恨家中管束，心存怨怼，刻意诬告。只要拦下他，洗白罪责，沈家就还有转机。竟有如此祸乱民营、囤积居奇之罪！你所言账本人证，可交由三司当堂核验。回陛下，句句属实。沈家贪墨粮账藏于府中库房，城中粮铺掌柜均可传召问话，一查便知虚实。父皇，儿臣早前听闻城南粮铺囤粮抬价，已暗中卡证，手握沈家与粮铺往来契决，可即刻传唤掌柜入宫作证。传朕旨意，令三司立刻前往沈府搜查库房账册，传唤粮铺掌柜、沈家旧仆尽数上殿候审。你女不过是家中内宅私事，你何苦闹至御前，毁尽沈家世代清誉？陛下明鉴，小女心怀私怨，无端控诉，所言皆不可信。陛下明察，是沈宁记恨切身，刻意捏造谎言，构陷我与老爷。嫁妆只是内宅所事，何来私吞可说？赈灾粮一事，更是他凭空杜撰，存心倾覆沈家。启禀陛下，已搜得沈家历年囤粮账本，所有节流赈灾粮、变卖嫡女嫁妆银钱流向，均由沈御史亲笔落款，证据确凿。草民认罪，多年来便是沈御史暗中吩咐，让草民囤积粮草，灾年高价售卖，与沈家分取暴利，句句属实。我等可为大小姐作证。柳夫人多年来私自挪用主母嫁妆、外祖田庄收益，尽数补贴娘家，赠与二小姐，分毫未留于大小姐。陛下，妾身常年身居后宅，从不过问外事，粮库囤粮、田庄往来之事，妾身一概不知，全是老爷一人所为啊！沈御史身为朝廷命官，贪墨赈灾粮，囤积居奇，残害百姓，即刻复夺所有官职，打入天牢，等候三司会审。柳氏私吞嫡女嫁妆，苛待嫡女，偏宠庶女，心肠狭隘，行事不义，流放西南苦寒之地。沈家所有非法所得家产尽数收缴国库，补足历年赈灾损耗。其庶女沈婉系罪臣家属，着禁足沈府自省，不得与文武仕宦之家联姻一亲。家开恩，妾身知错，求陛下从轻发落。姐姐，我有话想跟你单独说。有话直说便是。如今父亲入狱，母亲流放，沈家就剩我们姐妹2人。我知道沈家从前对不住你，
可事已至此，我们就不能各退一步吗？你去陛下面前求求情，能不能从轻发落？父亲贪墨赈灾粮，害了无数灾民，证据确凿，律法如山，不是我求情就能更改的。律法？若不是你执意把事情捅到御前，父亲何至于落到这般地步？我本来已经托人牵线，再过些时日就能见到三皇子，凭着沈家日使门第，就算做不成正妃，侧妃之位也跑不了。现在全毁了，全是你害的！三皇子品行端正，最恨贪腐徇私，绝不会娶你。你婚事无望，难道不是你常年享受贪赃枉法得来的荣华富贵？如今恶果自失，与我无关。与你无关？凭什么你身为嫡女，生来便坐拥丰厚嫁妆、体面尊荣，连三皇子都处处偏袒维护你？如今我一无所有，你也休想安稳度世！沈宁，立刻去请京中最好的大夫，再派2个人把沈婉扣下，严加看管，不许他离开沈府半步，等候发落。放开我！是他自己失足掉下去的，跟我没关系，你们没有证据。我亲眼所见，人证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蓄意谋害朝廷嘉奖之人，等他醒了，我自会禀明陛下，按律处置。三皇子，我这是……你落水昏迷了，是我把你救上来的。大夫看过了，你呛了水加受风寒，需喝几服药，好好休养几日。是沈婉推我下去的，我都看见了，他已经被看管起来，等你身子好些，再一并定罪处置。殿下今日怎么会来沈府？本是来跟你说三司会诊的事，3天后便要开审，我提前来告知你一声，免得你仓促。没想到刚进后院就撞见这一幕，幸好我来得及时，若是再晚片刻，又劳烦殿下救我一次。我不想看见你出事。殿下屡次救我于危难，臣女心中一直有一事不解。那日宴会上，殿下顺着我的话3言2语便点破情势破绽，加付囤积赈灾粮的账册，柳氏私吞我生木嫁妆的名记，殿下竟比我这个沈家嫡女查得还要详尽周全。这些事桩桩件件凑在一起，绝非巧合2字能解释。殿下为何会早早留意这些与殿下无关的私事，又为何处处帮我？你既问到这里，我便不再瞒你。沈宁，我同你一样，也是重活了一世的人。殿下，你说什么？重生？是，我重生在宫宴前1个月，一睁眼发现自己还在府中，东宫谋逆案还没爆发，你还好好的，没有惨死刑场。前世琼华宴，情诗从萧承恒袖中滑落，是我第一个捡起，刚念到半句，便被他厉声打断，紧跟着他就一口咬定是你所做。我那时虽觉蹊跷，却以为你当真心悦他，甘愿认下，便没有多言。后来你被赐入东宫做最低等的侍妾，我曾派人暗中打点东宫管事，想让他们多照拂你几分，可惜那些人早已被顾清溪收买，对你不管不顾。我始终不相信那些谋逆私信是你所为。你走之后，我暗中查了整整半年，查到了旧松亭的密会，东宫私藏的兵甲，所有事都是萧承恒与阿昭做的。你从头到尾只是个被推出来挡刀的弃子。那时候我才知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我恨自己当初没能多问一句，没能拦着你认罪，没能站出来护着你。我整夜的睡不着，总想着若能重来一次，我绝不会让你再走上前世的路。许是上天垂怜，一睁眼我真的回到了事发之前。我从前满心满眼都是萧承恒，竟从未留意过这位素来闲散的三皇子竟藏着这样深的心意。所以这一世你提前查沈家的粮长，盯着东宫的动静，琼华宴上故意顺着我的话佐证，全都是为了不让我重复覆辙。是，重生之后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派人盯着沈家，前查贪墨，查柳氏私吞你嫁妆。我怕沈家倒台时你被家族拖累，落得前世那般下场。第二件事就是盯着东宫，我要让萧承和阿昭自己露出马脚，再也不能拿你当挡箭牌。今日我本是来跟你说会审的事，刚进府就看到沈婉将你推入莲池，我知他心胸狭隘，最忌恨你占着嫡女身份，握着万贯嫁妆，没想到竟因此对你下手。幸好我及时赶到。殿下为我做了这么多，臣女实在无以为报。我做这些从不是为了让你报答。上元灯会那年，你不顾安危跳下去救落水水女，一身湿得透透的，
冻得嘴唇发白，却还笑着哄那孩子别怕。别怕，有我在。那一眼，我就记了一辈子。后来我总想法子偶遇你，可你每次见了我，都只是规规矩矩行个礼，眼睛却总追着萧晨恒的方向。我想，既然你心悦他，那我便不打扰，只要你过得好就行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竟那样糟践你的心意，那样害你。殿下为我做了这么多，臣女实在无以为报。我做这些，从不是为了让你报答。上元灯会那年，你不顾安危跳下去救落水水女，一身湿得透透的，冻得嘴唇发白，却还笑着哄那孩子别怕。别怕，有我在。那一眼，我就记了一辈子。后来我总想法子偶遇你，可你每次见了我，都只是规规矩矩行个礼，眼睛却总追着萧晨恒的方向。我想，既然你心悦他，那我便不打扰，只要你过得好就行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竟那样糟践你的心意，那样害你。这一世重来，我不想再只站在远处看着你，我想护着你，替你扫平所有障碍，让你再也不用受前世的半分苦楚。殿下的心意我记下了。你刚醒，身子还虚，别想太多，好好歇息。审晚那边我已经让人看管起来，会审的事也都安排妥当了，万事有我。我不打扰你休息了，明日再来看你。小姐，您醒了，大夫开的驱寒汤药刚熬好，温度正合适，我现在去给您端过来，您趁热喝了吧。先等会儿，我问你，院子里安排的人都盯紧了，都按小姐吩咐布好了。二小姐那边闹了一早上，摔了半屋子东西，侍卫全当没听见。还有柳夫人留下的张妈妈，天没亮就鬼鬼祟祟去了小厨房，奴婢已经让2个小丫头盯着了，半步没离。她倒是忠心。不急，鱼儿撒下去了，鱼早会上钩。小姐，二小姐都被看管起来了，不会真的铤而走险吧？她这种养尊处优惯了，忽然跌落泥潭的人，小心盯着便是，别出纰漏。三皇子殿下到，快扶我做正险。小姐您身子还虚，殿下素来温和，不会在意这些虚礼的。跟你说了不用拘礼，怎么还做这么端正？小心病情加重，回头又要多喝几日苦药。殿下昨日才救了陈曲性命，今日又特意登门，于情于理都该有规矩的。跟我还讲这些规矩？昨儿走得急，没顾上你有没有好好用饭。我让府里江南厨子做了些清粥小菜，还有你爱吃的枣泥山药糕，都温在食盒里，正好配药吃。殿下太有心了，奴婢这就给小姐布菜。不必忙，我自己来。你先下去守着，没我的吩咐，任何人不许靠近房门。先喝碗粥垫垫胃，药太苦，空腹喝伤脾胃。这个厨子熬粥最是拿手，你尝尝。殿下何必亲自做这些，吩咐下人便是了。下人端的是粥，我端的是心意，能一样吗？快喝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很好喝。好喝就多喝点。对了，昨夜睡得安稳吗？还好，许是太累了，一夜无梦，睡得很沉。那就好，我还怕你夜里睡不安稳，就早来了，没打扰你休息吧？没有，殿下能来，我挺高兴的。真的？那我以后天天来。殿下这般天天往臣女府里跑，被御史台看见了，又要参你举止适度。参便参，他们折子写的不累，我还嫌看得无聊呢。再说了，父皇现在忙着清算东宫余党，哪有空管我这点小事？比起朝堂上的糟心事，陪你说说话要紧多了。殿下总是这般歪理。小姐，药快凉了，现在喝了吧。给我吧。等等，殿下，怎么了？这药味不对，是谁熬的？是奴婢。奴婢去的时候，瞧见张妈妈鬼鬼祟祟出来，当时就怀疑她动手脚。但药汤奴婢闻着和昨日的差不多，试毒也没问题，就端过来了。差远了，这里面掺了别的东西，不是普通的驱寒药。果然动手了。你早知道。以沈婉的性子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张妈妈是柳氏的陪凡，跟着柳氏20多年，最是忠心耿耿。沈婉要动手，第一个找的肯定是她。是我考虑不周，只让人盯着沈婉，没把府里这些可疑旧臣看管。不关殿下的事，
沈家这潭水本来就脏，沉下去的污垢多着呢。你呀，以后不许拿自己的安危冒险，有任何事先告诉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殿下。林峰，殿下，把这碗药拿给随行医女立刻查验，再去把张妈妈带过来，看好了，别让她自尽，也别让她跑了。是。殿下，小姐，张妈妈带到了，医女已经验过药了，药里混了微量慢性毒粉，连续服用7日以上，会慢慢损人心脉，最后心力衰竭而死。谁让你做的？老奴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殿下，求殿下明察。张妈妈，你在沈家20年，柳氏待你恩重如山，你替她母女做事，我能理解。可你要想清楚，谋害朝廷嘉奖的命官亲眷是什么罪名？你现在招了，说出主使，念在你伺候沈家多年，我或许还能饶你家人一命。你要是硬扛着，那便是株连九族的大罪。不说好，林峰，拖下去交给京兆府，按谋害朝廷命官亲眷罪论处，满门抄斩，一个不留。我说，是二小姐让老奴做的。今早天没亮，二小姐就买通了看管她的侍卫，偷偷塞给老奴一包白色药粉，说让老奴掺在大小姐的药里。她还说等她以后翻身了，一定给老奴儿子谋个好差事，厚待我们全家。老奴一时糊涂，在鬼迷心窍做了坏事，求大小姐饶命，求殿下饶命啊！打得好算盘，死得悄无声息，谁也查不到他头上。沈婉倒是好本事，被看管着还能买通侍卫，吩咐下人做事。林峰，去把沈婉带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他还有多少花招。是。放开我！你凭什么抓我？我要叫我姐姐沈宁，你让他们放开我！沈婉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装吗？买通下人在药里动手脚，你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。不是我没有，是你们陷害我。我一直被关在院子里，门都出不去，怎么可能害姐姐？二小姐，事到如今你就认了吧。要是你让老奴放的，老奴都招了。竟敢出卖我，我打死你！放肆！沈婉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是，又怎么样？沈宁，父亲入狱，母亲流放，我被禁足，好好的婚事全毁了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。我就是要你死，你死了，这一切就都结束了。你就没想过失败了是什么下场？失败？我本来可以成功的。要不是他多管闲事，你早就淹死在莲池里了。萧成锦，你身为皇子，处处护着一个罪臣之女，你就不怕陛下治你徇私之罪吗？治我的罪，你也配？沈婉，你蓄意谋害命官亲眷，私出行凶，就算是你父亲活着，也救不了你。救我？我不需要谁救。沈宁，别以为你赢了，顾姐姐不会放过你的。她就算被禁足家庙，想街舞了，我告诉你，也有的是办法对付你。还有东宫剩下的旧部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你早晚都要死。顾清怡，她还不死心？当然不死心。她的太子妃之位被你毁了，顾家也被罚俸禁足，她恨你入骨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药粉就是顾姐姐托人帮我找的。她还说了，只要你死了，她就有办法让顾家翻身，还能帮我脱罪。顾家倒是贼心不死，看来父皇罚的还是太轻了。你真是蠢得可怜。你以为顾清怡是真心帮你，她不过是拿你当垫脚石，成了她坐收渔利，败了所有罪责都是你的，她干干净净。你到现在还看不明白？不可能，顾姐姐说了，只要杀了你，她就会想办法救我出去，还会给我找门更好的亲事。她自身都难保，被禁足家庙，无诏不得出门，拿什么救你？不可能，顾姐姐不会骗我的。林峰，把沈婉还有张妈妈一并押去京兆府，按律定罪，从重发落。另外，加派人手看管家庙的顾清怡，里3层外3层守好，不许她和外界有半分联系。等3司会诊之后，一并处置。是。萧成行，朕立你为储，悉心栽培数十年，你不思尽孝报国，反倒私通宫婢，蓄兵谋逆，你可知罪？儿臣无罪，是沈宁与三弟合谋构陷我，
他因爱生恨，故意捏造罪证，回以我处位。殿下何必再攀扯他人？联络官员，囤积兵甲，春猎逼宫的计策，全是你亲口吩咐我去办。大难临头，你只想着推别人顶罪，半分旧情都不留。陛下开恩，臣一时糊涂贪了粮草，臣已知错，沈家所有家产都已充公，求陛下留臣一条性命。赈灾粮是百姓救命的东西，你囤积居袭，害死多少灾民，也敢求活？柳氏私吞嫡女嫁妆，苛待沈宁，流放西南，终生不得返。庶女沈婉意图残害命官亲拜，损毁他人名节，经绕府判，终生监禁，永不得出。萧承行谋逆大罪，念皇室血脉，免株连宗室，废太子位，赐死宗人府。其婢女同谋乱政，秋后处斩。沈氏女宁、琼华宴识破私情，揭出谋逆大案，又检举沈家贪墨盎行，有功于朝。即日起，全城反敢借流言污蔑沈宁名节者，一律按构陷朝臣重罪论处。京兆府即刻张榜告示。民女沈宁，谢陛下恩典。沈宁，你从前那般倾心于我，为何如今半分亲情都不留，非要置我于死地？琼华宴上，是你先当众攀咬我，拿我当遮掩私情的挡箭牌。谋逆之事若不败露，你早晚也会把罪责推到我身上。今日下场，全是你自作自受，与我无关。方才在店里站了近1个时辰，你风寒还没好透，身子受得住吗？不妨事，今日诸事能落定，多亏殿下暗中铺办。沈宁在此谢过殿下。我做这些，从来不是为了听你谢我。我知道。今后不必事事都自己扛着，有我在。好。